算工伤了。皇后殿下，您可算醒了！就算太后把您打入冷宫，你也不能撞柱子寻死啊！冷宫撞柱子？不对，我不是在办公室加班到猝死了吗？这是穿越了。皇后殿下，进了冷宫不用请安，没人管，来了就只能等死了。不用打卡，不用汇报，进来了就养老。是的。还有这种好事！早知道撞柱子能换自由，我早撞了。来人呐！皇后殿下撞坏脑袋了！皇后殿下，您不能出去啊！谁说我要出去？我是要强势入住冷宫。别了 KPI， 别了996，别了那个让我猝死的碰工位，这辈子我一定要好好躺平。皇后娘娘这是疯了！太后要是知道皇后殿下进了冷宫，反而更高兴了，会不会气得把我们一起砍了？你叫什么？回皇后殿下，奴婢赵德福，原是户部主事。捡到宝了！上辈子招个财务总监猎头费几十万，这辈子白捡。奴婢翠儿会跑腿，会传话，还会吵架。吵架？跟谁吵？跟御膳房的太监吵。他们每次送饭都克扣，奴婢就跟他们吵。销售岗的好苗子。奴婢小李子什么都不会。挺有本事啊！冷宫这环境都能熬这么久，命硬也是种本事。谢大人。有人谋害我，这水有毒！皇后殿下，皇后殿下，我没死啊！皇后殿下，您吓死奴婢了。太医说您就是水土不服，不是有人谋害。水土不服，防得过老板的大笔，没防过古代细菌。皇后殿下，细菌是什么菌？为了能躺得安心，躺得放心，必须改善生活条件。水是脏的，饭是馊的，人是蔫的。优势不用打卡，劣势可能会死。这就是我们的处境。所以今天清静，天黑前我要喝上干净水。另外，从今天起谁也不许跪，谁跪扣工钱。我知道宫里规矩多，以后私下叫我苏姑娘就行。小李子，开会的时候你乱跑什么？苏姑娘，奴婢没动过啊。怎么有2个小李子？奴婢是御膳房送菜的，娘娘饶命！行，那别走了。殿下饶命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让他拔个草再走，他跑什么？人都认不清，倒是挺会使唤人。继续盯着，朕倒要看看他还有什么花样。救命！这井底不能有什么妃子遗骸吧？放桶下来！苏姑娘，老奴下去，您快上来。您这年纪下来纯属给我添活，还得我捞您。我都下来了，废什么话？苏姑娘，奴婢年轻，奴婢来吧。虽说比上辈子爱甩锅的同事还磨叽，但这群人有事真上啊！都老实待在井口，别掉下来给我陪葬。我桶呢，磨磨蹭蹭的。坐。从今天起，冷宫不分主子奴才，人人平等。老赵别矜持了，坐。老奴在冷宫20年，从来没喝过这么热这么甜的粥。古人也太好收买了吧！我还没开始暧昧管理，就敢弄成这样。来，我们几个劲儿往一处使，一起把日子过好。多好的月亮啊！这辈子我要天天看，看够本儿。谁？幻听了。
看来井底待久了，耳朵都进水了。陛下，太后今夜派人暗杀皇后娘娘，已被属下拦下。人呢？皇上请放心，已经处理了。太后那边只当是失手。太后要杀他，朕偏要保他。传令暗卫，从今日起，苏唐若少一根头发，提头来见。老奴遵旨。苏姑娘，都发霉了，种不活的。外头发霉，里头不一定死，别瞎嚷嚷。苏姑娘，您怎么连这个都懂？果然嘴甜的招人喜欢，比上辈子那群只会打小报告的同事强多了。不下地踩坑，供应商能把烂果子塞你车厢里。做生鲜的，光会看报表有屁用，得懂真本事。报表是什么？别问，问就是个晦气的东西。总之，这几颗能中，等着瞧吧。他倒是乐观。陛下，您真要去冷宫当杂役？万一被认出来……他连日日见的工人都分不清，还能认出朕？闭嘴！新来的，把那根木头抬到石桌旁边。我这儿还有第二个新来的，磨磨蹭蹭，懒驴上磨。你叫什么？萧炎。小严，行，把木头两头绑紧，中间留空。这货怎么混进来的？就这手艺？看明白没？明天还来，我这儿缺人手。好。苏姑娘，白天那个新来的人，您真打算让他常干？缺人呢，难得冷宫来人，不用白不用。感觉前途一片光明啊！完了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，小命保不住了。苏姑娘，这地荒了10几年，能种出东西吗？好你个小李子，敢质疑我？上辈子我能把烂生鲜盘活，还治不了一块荒地。种不出也得种，总比天天吃馊饭强。土还行，翻出来晒几天就能用。来，动手。苏姑娘，您怎么连拔草翻地都会啊？你以前可是皇后。唉，身在职场身不由己，上辈子被老板 PUA，啥活都得干。往事别提了，干活干活。大胆！废后竟敢私垦工地，这是大不敬之罪！你们都活腻歪了！切，又来一个狗仗人势的。第一次听说翻地赈菜也算大不敬。宫规森严，冷宫一草一木都归内务府管，没有批文不许动分毫。你是哪个宫的小太监？来都来了，别站着看热闹，一起拔草也算积点德。本官是内务府总管，你敢把本官当小太监使唤？哦，内务府总管啊，见到本宫，你为何不跪？你等着，本官这就回去禀报太后。净来添乱，耽误我种菜。启禀陛下，内务府派了2名小太监深夜潜入冷宫，意图毁坏新翻的菜地，已被属下拦截扣下。内务府，谁的主意？回陛下，是总管刘安，声称奉了太后的旨意。太后那边朕去说。至于刘安，传旨内务府，冷宫的地让他种，任何人不得干涉。是，属下遵旨。陛下，内务府终究是太后的人，这般驳太后的面子，朕的旨意不需要看任何人的面子。是，奴婢多嘴。那地可还有朕的一份？苏姑娘，咱们是不是白忙活了？他们是不是种不活了？别乱讲，恶语伤苗心。不听，他乱讲的。你们家有长，长得比御膳房的菜还壮。对，我乱说的。想让你们快长，别跟我一般计较。
殿下，小妍来了，杵那儿当门神啊？过来松土。轻点儿，这是菜地，不是让你拆折子。松土都不会，不会是走后门进来的吧？苏姑娘，她真的不是普通人。不就是御书房打杂的，架子比本事大，管好你自己，干活。我的苏姑娘啊，她就是皇上呀！你再这么使唤，咱们都要完了。这废后眼里只有菜地，倒不像是装的。第一步成了，不过先别飘，后面虫咬、病害、旱涝都有的折腾。小妍，去把草木灰拿来，回头要施肥。草木灰？厨房烧的柴灰。御书房的大爷，你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？当然知道。苏姑娘，那咱们以后是不是不用看御膳房脸色了？至少不用吃他们的剩饭了。从明天起，冷宫的份例全停了。他们不是爱种菜吗？也不缺咱们这点馊饭。总管，这要是被陛下知道，冷宫那地方死个人都掀不起半点水花，照办。苏姑娘，御膳房今天没送饭。没送？那咱们今天饿肚子啊？守门太监说，御膳房压根没给冷宫备份例。昨天送馊饭，今天直接断供。行啊，这是把我当软柿子捏。老虎不发威，真当我是 Hello Kitty， 惹到我，他们可是踢到铁板了。苏姑娘，历朝历代可没有废后自给自足的先例。没有先例，我就开一个，自己种菜自己吃，不花国库1分钱，皇上凭什么不准？老赵，怎么地奏折能绕过内务部？找守门太监，直接呈给御书房王公公，他是皇上亲信。苏姑娘，万一皇上不准怎么办？不准再想别的办法，至少试过。皇后殿下，您不能出去啊！我不出去，把这个亲手交给御书房王公公，务必送到。奴婢试试。不是试试，是一定要到。冷宫断粮了，耽误了，咱们都没有好果子吃。奴婢一定尽力。陛下，皇后殿下从冷宫递来的奏书：不领份例，不好国库，只求一隅安身，不再仰人鼻息。御膳房又克扣冷宫了。昨日送的是馊饭，今日干脆没送。他倒是机灵，不吵不闹，直接递折子要说法。准了，传旨御膳房冷宫的闪石按例供给，再拨些人手，让他好好种。圣旨到，传陛下口谕，准冷宫自给自足，开荒种菜，脱离御膳房管控。钦此。苏唐领旨，谢陛下恩典。从今天起，冷宫自己管自己，不靠御膳房，不看任何人脸色。苏姑娘，咱们以后不用饿肚子了。再忍几天，等苗长大，咱们就有新鲜菜吃。自治权拿到手了，但自己能种就断了别人的生意。有些人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来吧，让我看看谁是第一个坐不住的。苏姑娘，真的熟了，咱们有新鲜菜吃了。太多了，咱们根本吃不完。老奴做梦都想不到，冷宫能长出这么好的菜。吃不完正好，产量过剩就把它换成银子，以后再也不看别人脸色。苏姑娘摆得这么好看做什么？先让人免费尝，觉得好吃自然会买，这叫试吃引流。引流是啥？就是让后宫都知道咱们的菜现摘现吃，比御膳房强100倍。拿去后宫人多的地方摆着，有人尝就给，不用怕。是，苏姑娘，奴婢一定办好，绝不给您丢脸。冷宫自种新鲜水果，现采现摘，免费品尝。好甜，比御膳房的果子还要鲜。
带给贵妃。给我装3份。各位别急，今日量少，每人限口1份，明日还有。明日多备些，送到我宫里来，价钱不是问题。是。酸甜多汁，甚是可口。冷宫的菜又新鲜又好吃，御膳房的根本比不了。快去瞧，晚了就没了。总管，各宫娘子都派人去买冷宫的菜，说咱们的饭菜又冷又不新鲜。废后在冷宫种点菜也敢抢御膳房的生意，苏唐，你敢断我财路，我就让你付出代价。你们可别买冷宫的菜了，我听说啊，冷宫的井水有毒，种出来的菜都沾了毒。可不是嘛！昨天有个小太监吃了，当场就腹痛难忍，差点没救过来。那蔬谷看着新鲜，实则脏得很。苏姑娘，今天肯定还能卖不少。华贵妃宫里还派人来问呢。皇后殿下，不好了！宫道上都在传，说咱们冷宫井水有毒，种的菜也有毒，吃了会出事。肯定是他们卖不出菜，故意污蔑。造谣，那就当众破局。身正不怕影子斜。他怎么敢摆出来？难道真的没毒？不好说，万一他事先做了手脚呢？各位听着，御膳房说我冷宫井水有毒，蔬果不洁。今日我就当众试吃，当众饮水。若我有半点事儿，任由大家处置。甜吗？脆吗？有毒吗？我们每天都吃这些菜，喝这井水，根本没事儿。御膳房就是造谣。看他吃的这么香，好像真的没毒。说不定御膳房真的是嫉妒，故意造谣。大家也看到了，我冷宫的井水干净，蔬果新鲜，没有半点问题。御膳房造谣，不过是因为我们的菜比他们的好，抢了他们的生意。真的没事。给我买3斤黄瓜。我要5斤番茄，带给我家娘子。苏姑娘，成了，成了！谣言一张嘴，辟谣跑断腿，但咱这菜跑断腿也是好菜。苏姑娘，我们赢了，谣言被粉碎了，以后咱们的菜肯定卖得更好。御膳房想污蔑咱们，没门儿！咱们靠自己的本事，光明正大做生意。苏姑娘英明，这是咱们冷宫第一次这么风光，以后再也没人敢随便欺负咱们了。这只是御膳房的第一步，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咱们还要多加小心，守好咱们的菜地，做好咱们的生意。光种黄瓜、番茄不够，得先搞清楚各宫需求。翠儿，你去各宫问想吃什么菜，愿出什么价。小李子，你去御膳房附近蹲守，看哪些菜最抢手，总断货。是。这位姐姐，请问？苏姑娘，各宫要嫩萝卜、菠菜、小白菜，御膳房这几样总断货。我听见御膳房的太监说，各宫娘子都嫌御膳房的茄子又老又硬，咬都咬不动，根本没法吃。就种这4种，别人供不好，咱们来补，不打价格战，只做品质。冷宫特供：黄瓜100文1斤，番茄150文1斤，萝卜120文1斤，菠菜80文1斤，现摘现送，每日限量，每日前3位下单可享早鸟价。姐姐，这是您要的萝卜，还有新到的菠菜，您看看。果然嫩，比御膳房的好太多了。多少钱？萝卜120文1斤，菠菜80文，比御膳房的新鲜多了。
这钱花的值。娘娘，今日卖出蔬菜62斤，收入9600文，净剩8200文，还换了15斤白面、8斤大米、1匹棉布。萝卜菠菜刚上就卖光了，好多工还预定了明天的。苏姑娘，咱们的菜真的被大家认可了。这才刚开始，咱们要把冷宫特供做成招牌。启禀陛下，苏家世代忠良，如今废后苏氏在冷宫安分守己，臣等以为应恢复至后位，以安苏家旧部之心。臣附议，苏氏并无大过，冷宫优镇已足惩戒，复位可安抚武将，稳固朝堂，望陛下明鉴。此事容后再议。退朝。陛下万岁！咱们几个一起在冷宫把日子过好，比什么都强。苏姑娘，传旨公公来了，就在门外。圣旨到。传陛下口谕，宣废后苏氏御书房觐见，钦此。完了完了，上辈子见 CEO 都腿软，这回见皇帝说错话我不会被杀头吧？我去就回，你们在家看好菜地。苏氏叩见陛下。起身吧。谢陛下。今日朝堂上，群臣联名请旨，要朕恢复你的后位。哪个缺德玩意儿联名请旨？后宫那地方吃人不吐骨头，我才不挑！陛下明鉴，我无德无能，万万不堪母仪天下之人，求陛下开恩。后位尊贵，天下女子梦寐以求，你为何不愿？我只想在冷宫安稳种菜，求陛下成全。知道了，退下吧。多谢陛下开恩，我先告退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又多活了一天，成功避开顶级职场大坑。且看他是真的无欲无求，还是在等朕给他。苏姑娘，各宫订单又涨了，单茄子就订了20斤。让老赵记好账，别超量。咱们就这点产能，别为了赚快钱耗坏菜苗，得不偿失。苏姑娘，陛下派人送赏赐来了，说是特意给您的，就在院门口。赏赐？无事献殷勤。上辈子老板突然发奖金，转头就给我派了个背锅的活，这次可不能上当。见过王公公。皇后殿下，陛下念您冷宫初创不易，特赐白银200两，绸缎5匹，以资扶持，您快收下吧。200两，不行不行，冷静，忍住，拿了就得任人鱼肉了。谢陛下恩典，只是冷宫如今自给自足，尚有盈余，实在不敢再耗费国库银两，这赏赐我不能收。皇后殿下，这可是陛下的一片心意，您就收下吧。公公，恕难从命，真的不行。这老奴遵旨，回去禀报陛下。皇后殿下保重。有限的工资，无限的工作，傻子才收。苏姑娘，那可是200两银子啊！您怎么说拒就拒了？你傻呀，拿人手短，吃人嘴软。这钱拿了以后就受制于人了。可有陛下撑腰，咱们不就不用看御膳房脸色了吗？撑腰那是架空，自己赚钱自己花，不看任何人脸色，不香吗？陛下，皇后娘娘说冷宫自给自足，已有盈余，不敢耗费国库，只求您恩准她继续种菜。倒是稀奇，朕的赏赐后宫女子挤破头都想要，朝臣也变着法儿求批款，她倒好，主动往外推。这女人是真的对荣华富贵没兴趣，还是在玩欲擒故纵的把戏？陛下，要不老奴再把赏赐送过去？不必，她不要，朕便不勉强。朕倒要看看她仅凭一片菜地能有多大本事。苏唐，你越是拒绝，朕就越想看看你能撑多久，能走出一条怎样的路。苏姑娘，辣椒豆角丰收了，摘了快30斤。光卖新鲜的不行，辣椒豆角一捏卖不完都是损耗。那怎么办？总不能扔了吧？扔？不可能，找个干净无水无油的大坛子来。洗干净晾干，一滴水一滴油都不能有。煮米水、白醋、盐，哦，再来点白酒。
苏姑娘，这能好吃吗？到时候你第一个尝。好香，脆，酸咸适口，好吃。爽口，从来没吃过这种味道。一介废后，种菜不够，还要搞副食作坊。总管，咱们效仿仿制如何？秘方独特，寻常厨子根本复刻不了。任由它扩张，后宫膳食、零碎银钱都会被冷宫蚕食。那该如何制衡？不必提，一个落魄弃妃，成不了大气候。苏姑娘，泡菜全卖光了，咱们发了！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。情况比想象中好，这就不用愁复购了。陛下，苏娘娘泡菜风靡各宫，生意愈发红火。种菜卖菜做泡菜，她到底还有多少本事？传令暗卫，冷宫周边加派人手。苏姑娘，这些只是丑了点儿，扔了太可惜。扔了才白瞎，丑有丑的用处。黄瓜切片敷脸补水，番茄捣泥美白，纯天然无添加。苏姑娘还要做什么吃食？搞定顶层关系，才好安心搞事业。太后就是最好的突破口。隔水小火慢炖1个时辰，别烧干了。是，苏姑娘。每个妃嫔宫送1碟黄瓜片，1罐番茄泥试用，前5个复购多送1次。先试用，再复购，妃嫔们爱美刚需永远在线，这笔生意稳赚不亏。太后，冷宫苏姑娘送来百合番茄莲子粥，说是安神养胃的，还附了10部方子。冷宫苏桃那个废后送来的？是，说是用冷宫自己种的番茄，配了百合莲子，小火慢炖的。倒是清爽适口。明日让他照旧再送1盅来。苏姑娘，你们泡菜卖了20个，养生炖盅订出去10几盅，太后还让明天再送。女人爱美，古今同理，太后那盅就当公关费了。苏姑娘，华贵妃嬷嬷来订1周的美容套餐，还想要10部方子。方子可以给，工序门槛留在手里，做不明白自然还得来找我们。那咱们明日加大产量，物以稀为贵，稳扎稳打，细水长流。老赵，魂不守舍的，丢钱了？苏姑娘，有桩旧事，老奴憋了许久。直说。您当真以为自己只是冲撞太后才被废？彩裙只是表面借口，糊弄外人罢了。真正缘由都在这上面。令尊苏重远将军当年极力反对太后垂帘，太后记恨在心，废你只为斩断苏家后宫根基。合着我是被连坐的，老老实实种菜谋生，也能被人处处忌惮。因为您做了太后年轻时想做却没做成的事儿，她怕您东山再起。好好种田过日子，怎么就成别人眼里的威胁了？他不过种菜营生，不足为惧。他不靠恩宠便收拢后宫人心，这比后宫争宠可怕100倍。哀家忌惮的从不是他本人，是他身上那股不受桎梏的底气。继续紧盯，安分则相安无事，若有异动。苏姑娘，您还在忧心赵公公说的旧事？想也没用，太后积怨已久，我能把菜地搬了，好不容易攒下的家业不要了。可太后权倾朝野，想拿捏我们易如反掌，害怕解决不了问题，本分度日，敌不动我不动。真要刻意为难，我也绝非任人拿捏的软柿子。您真的一点都不怕吗？太后要真想杀我，废后时就动手了，何必等到现在？别瞎操心，提前焦虑等于
贷款吃屎。贷款？苏姑娘，您说什么？总之，该干嘛干嘛。还是这套衣服干活方便。苏姑娘，小妍来了。来了就干活，那边杂草都长疯了。苏姑娘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有话快说，别耽误我伺候菜苗。朝堂重臣再度上奏，提议迎你复位中宫。又提，这帮大臣闲出屁了！我仲裁碍着他们升官发财了。陛下已然动心，正在斟酌考量。复位，重回后宫，天天请安调解纷争，纯属升职不加薪，免费高强度加班。复位是无上荣耀，多少人求之不得。旁人争抢的荣耀，与我全是枷锁。冷宫自由安稳，傻子才会去内卷。合着，朕成了他口中的傻子？你就这么不想离开冷宫？不想。冷宫清静自由，累了就躺，饿了就吃，比当皇后舒坦100倍。打工的最高境界就是不用打工，我已经实现了。万一陛下执意要你复位呢？光脚不怕穿鞋的，反正我已经在冷宫扎根了，菜苗还等着我浇水。我会转告陛下。哎，顺便说一句，冷宫番茄快熟了，想吃可以送点过去，不用费劲复位。陛下，冷宫之行，苏姑娘是何态度？她是后位为枷锁，嫌复位是无偿加班，还让朕想吃番茄直接找她讨要。荣华不要，赏赐不贪，她究竟想要什么？苏姑娘屡次拒斥复位，就不怕陛下动怒？生气？我帮她省了那么多国库银子，看在钱的份上，应该也不会拿我怎么样。您怎么什么都不怕啊？怕能当饭吃，上辈子怕老板炒鱿鱼，忍气吞声当牛马，最后猝死。这辈子我就想种菜，谁爱卷谁卷。长得比菜苗还凶，天天内卷是吧？给你薅了，看你怎么卷。圣旨到！不接，劝复位的一律拒收，耽误干活。非复位旨意，传陛下口谕，封苏唐为后宫改革使，执掌精简宫规，裁撤冗余礼仪，全试点内宅。钦此。上辈子改方案改报表，这辈子还要改宫规，合着我天生自带改革 buff。天天熬大早请安，一堆无用虚礼，比无效加班还折磨人。后宫不是牢笼，更不是内卷现场，规矩死板害人，就该改掉。旧规难违，我们不敢不从。规矩是人定的，从今日起，后宫新规落地。7日一请安，取消凌晨打卡，膳食自由，不分品级，禁止攀比内耗，闹事者罚去冷宫务农反省。苏大人英明，妾身早就卷不动了，偏偏熬夜请安，脸都熬黄了。大家轻松度日，我安心种菜，互相省心。苏姑娘太厉害了，几句话就把大家都救了。只是看透无效内卷罢了。只是华贵妃规矩最重，怕是不会善罢甘休。闲人才爱挑刺，他若找茬儿，我自有办法应对。陛下，苏大人的改革深得妃嫔拥护，就是华贵妃那边怕是要闹。苏唐整治人的法子倒是新奇。陛下，后宫规矩繁杂，积弊已久，历朝历代都无人能改，您为何偏偏相信苏大人？他能自立兴业，收拢人心，旁人不敢碰的积弊，唯有他敢动手。况且朕若不给他这个差事，他一辈子窝在冷宫种菜。传令下去，各宫务必配合，谁敢阻挠，
朕绝不轻饶。是陛下。本想安稳躺平种菜，硬生生被抓去搞改革，主打一个清闲不理。陛下十分器重你。先夸你能干，再给你加活，经典职场套路。差事我可以做完，但绝不练拳。改革一结束，立马退回我的菜地，谁爱卷谁卷。看看，这才叫后宫，不用争宠，不用装，该睡睡，该笑笑。苏大人说的是，臣妾终于能睡整觉了，气色都好了不少。行啦，别叫我大人，怪别扭的。都散了吧，把自己日子过好，比什么都强。贵妃，又念起草原旧事了吗？梦在这又有什么用？醒了还不是困在这四方墙里？这一世注定要困死在这里了。往日此时，他们该来请安了，吵吵闹闹的，烦得很。现在不来了，我成什么了？娘娘若烦闷，不妨去冷宫菜地散心，其他娘娘都在，本宫不去。一个废后，不值得我低头。凭什么？苏唐凭什么取消请安？本宫就是靠这点热闹活着，他连这点都要抢走。贵妃息怒。苏唐，你给本宫站住！即刻恢复陈齐请安，不得擅自更改祖制。没人刻意跪安伺候，就浑身不自在。尊卑有序，礼数不可废。一介废物，无权乱改后宫规矩。体面从不是靠凌晨跪拜硬撑的，强行内卷的虚礼只会熬垮所有人。你发脾气杂物，说到底只是受不了这份突如其来的冷疼罢了。他们不是不敬，只是终于不必被形式主义裹挟。本宫从来不在乎那些刻板规矩。你的尊贵与生俱来，何须靠虚礼证明？真闲得烦闷，来我菜地拔草散心，总比困在殿之内耗要强。本宫才不会去那种粗陋之地。不勉强。菜地新熟的脆黄瓜，拿2根送他。是。要最脆的。安静！废除凌晨请安后，今日推行新规，后宫绩效考核正式施行。苏大人，啥是绩效考核？要我们学鸡叫？是绩效，不是鸡叫，谁让你们学鸡叫了？哦，绩效那是什么？说白了就是不吵架、不搞小动作、不内斗的，月底发奖金；吵架、告状、搞事儿的，扣月历；举报有奖，包庇双罚。安分就有钱拿，这比争恩宠轻松多了。一个个都不跟我吵了，一点意思也没有。贵妃，殿下绩效奖赏，安分守己有赏，寻衅内斗扣月率。区区碎银，本宫根本不放在眼里。可是各宫娘子都跃跃欲试呢，而且听说奖金购买好几匹上好的箭羽，休要多言，再提便罚你劳作拔草。脚下留意，踩坏菜苗照价扣钱。本宫才不是来闲逛的。不吵架不捣乱，难不成是专程来帮我拔草？你那套绩效考核，本宫也能正常审理吗？方才还不屑规矩，如今倒是惦记上奖金了。不过是觉得规矩公允，顺带遵循罢了。贵妃本月安分守礼，无争执无责罚，足额奖金15两。不过是给你几分薄面，本宫才不稀罕。别总盯着争宠，深宫也有自己的活计。会绣花卖帕子，会做点心卖糕点，销路我来管，自己挣钱自己花。宫门不出，能有什么营生？挣钱是次要，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才最有意义。
华贵妃，你不缺钱，也可以找件喜欢的事儿。别忘了，你不只是贵妃，更是你自己。与我无关，我才不弄这些。不许压榨工人，下次带样品来。苏大人，您看我这绣工能卖钱吗？别糊弄自己，你手不笨，重新绣，定能做好。有什么好看的？别采菜苗，采坏照价赔。你这菜苗是金的，哼！帮我看看，我就是闲得慌。这幅留着，别卖，这是你自己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绣的不是马，是你自己，草原上的你。等哪天不开心了，拿出来看看，你原本是什么样的人。我从没想过自己还能做这种事。从现在开始就不晚，你不只是贵妃，你还是一个会绣马的草原女人。卖出去了！张家的茂密夫人说我绣的牡丹有灵气。我要一幅，这10两值。贵妃，教教我们绣马吧。笨就别学，明天来我宫里，绣不好我骂人。可以啊，还会定价了。本来就值这个价，苏唐，谢谢你。该谢你自己，你本就有本事。苏娘子，户部消息，李大人挪用国库500两为妻子办婚事。太后，华贵妃如今跟着苏娘子搞刺绣，妃嫔们都去找她学，后宫一片祥和，苏娘子威望日盛。一个废后把后宫收拾得服服帖帖，连那个草原野马都被她驯了。太后，要不要？哀家倒要看看她还能折腾出什么名堂。苏唐，后宫改革1月有余，说说成果吧。改革前后，后宫月均开销3200两，改革后仅1500两，缩减2%，省出的银两可修半个御花园。苏大人好本事，开支骤减，莫不是苛待妃嫔寒了人心？妃嫔日子比您滋润，倒是李大人挪用国库500两为子办婚事，账本在此，要我当众念出来。你血口喷人！传旨，李茂才挪用国库，革职查办，收监待审，抄没家产，追回银两。苏唐有功，赏黄金100两。黄金不必，求陛下赏块新菜地，现有菜地不够种了。准。练剑。顺路，听说你拿下李茂才了？你跟他有仇？没有。听说他被拖走时腿都软了。活该！他此前无礼，棋子还差点撞伤我的宫女，更骂我草原蛮女。怎么不早说？告诉你干嘛？你今日不替我出了气，干得漂亮。娘娘，华贵妃是来干嘛的？来谢我，顺便预约下次开团。太后，苏娘子的生意越做越大，各宫妃嫔都跟着她搞副业，连华贵妃都……一个废后，把后宫收拾得服服帖帖，连那个草原野马都被她驯了。她不是能赚吗？让她赚，赚了也是哀家的。苏姑娘，太后下旨了，要抽冷宫70%收益。70%？他怎么不去抢？70%抽走，咱们连成本都收不回来。写奏折找皇上，他抽70%，我连根毛都不给他留。陛下敢管太后吗？万一得罪太后，管不管是他的事，写不写是我的事儿。再说了，要是连这都管不了，这个皇帝趁早别干了。太后抽70%，我连买种子的钱都不够，大家一起喝西北风，他倒是敢写。陛下，太后那边……懿旨，
驳回太后懿旨，冷宫收益归冷宫自管。太后那边朕去说。怎么，怕哀家的懿旨落实，亲自来求情？母后，不是求情，是传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冷宫收益归冷宫自管，慈宁宫不得抽成，钦此。你为了一个废后忤逆哀家！母后，朕是守信，当初答应他自给自足，岂能反悔？否则谁还信朕？他父亲当年阻我垂帘，我可什么都没做。母后，此事已定。娘娘，太后会不会报复您啊？还能废到哪儿去？庶人种菜不用浇水，更好。苏唐一个废后，把后宫搞得天翻地覆，还插手朝堂财政。你们是朝堂老臣，就看着不管？太后放心，明日朝堂，臣等必弹劾他废后干政，按律严惩。臣附议。哼，好，哀家等着看。陛下，哀家弹劾废后苏唐。苏世界改革乱政，私占后宫收益，祸乱宫闱，当严惩。祖宗之法不可改，废后干政，当打入天牢。天牢？这还进去逃避？太后，您说我乱政，那我问您一个问题：你一个废后，有什么资格问哀家？您年轻时是不是也写过一份折子？裁撤冗员，独立核算，节约用度，跟我改的一模一样。你怎么知道？太后，这宫里谁没有年轻过？您当年被老臣打压，折子打了回来，所以您觉得想做事儿得先有权。您争了一辈子权，权有了，事儿没做成。太后，您怕的不是我，您是怕我完成您的未尽之事。可您想过没有？您斗了一辈子，到底图什么？母后，苏唐的改革，朕全程知情，全程支持。您当年没走通的路，他替您走完了。退朝吧。太后不管事，苏唐的规矩断了咱们的财路，每月少拿几10两，连请安露脸的机会都没了，绩效考核也断了告状赏钱。不能让他这么搞下去。太后不管，我们自己管。可是苏唐有皇上撑腰，咱们手里也没银子折腾。御膳房总管出的500两，先收买工人传话，就说苏唐假公济私，中饱私囊。他哪来这么多银子？这些年克扣各宫份例，他捞了多少？苏唐断他财路，他比咱们更恨他。苏姑娘，外面传您假公济私，把冷宫银子都私吞了。就这？我还以为说我偷皇上龙内裤呢。冷宫银子有公账，我连黄金都不要，贪什么？贪番茄？您确实贪番茄。让他们传越欢越好。去把老赵叫来，账本理清楚，谁跳出来就甩谁脸上。苏姑娘放心，账本一笔不差，任谁来查都不怕。不是怕查，是要引他们来查。翠儿，明天去淑妃那儿故意说漏嘴，就说我找到了造谣证据。奴婢怕演不好，算了，找华贵妃去，她演技好。上次装穷骗我黄瓜可自然了。淑妃想玩，我陪她玩。办公室政治，我在行得很。娘娘，淑妃联络周大人，明日朝堂弹劾苏娘子，还给了她银子。户部新侍郎周大人是。苏唐那个傻子帮了别人，却没人帮他。娘娘，您要管吗？这是跟周大人作对。我贺莲华怕过谁？当然要管。
明早散给各宫工人，愿去朝堂外为苏堂请愿的，赏银5两。娘娘，许他淑妃收买人。臣弹劾苏氏，以改革之名乱政，当严惩。祖宗之法不可改，臣复议。词儿都不带换的。华贵妃，此乃朝堂。有人背后使阴招，我看不过瘾。苏堂的改革让我省事又挣钱，哪里乱了？后宫之事，岂容妃嫔在朝堂议论？就容得淑妃给你塞银子500两，还有淑妃印鉴，你敢说没有？周大人革职查办，淑妃禁足3月，退朝。你怎么拿到的银票？让宫女偷的？淑妃的宫女给点银子就全招了，这叫计谋，不是偷。你特地给我做的吧？谢了，我很喜欢。顺便做的，边角料而已。以后有人欺负你，告诉我，我替你撕他。行，你负责私人，我负责种菜，分工明确。娘娘，这些花草又不能当菜吃，种这么多干嘛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叫康养经济作物。金银花泡茶清热，薄荷提神，玫瑰美容，紫苏驱寒。以后各宫妃嫔想做什么，自己来定原料，我出苗和方子，他们自己动手。他们会做吗？会花钱就行，手艺是自己的，原料是我的，谁都不亏。哎，真嫩了，比内务府的脂粉强多了。内务府那种掺了铅粉，用久了脸黄，这是玫瑰花瓣捣的泥加珍珠粉，纯天然无添加。掺铅粉，凑合，勉强能用。别装了，闻了4回了。紫苏加薄荷，安神醒脑。你脾气大，适合这个。多少钱？各位，我出地、出苗、出方子，你们出手艺，做出来自己用，送人、托人拿出宫卖都行，别为了抢花草打架。我要玫瑰做护肤膏，我要紫苏。娘家人老寒腿，听说泡脚管用。苏堂定。娘娘，今天玫瑰被丽嫔订光了，薄荷被3个妃子分了，紫苏订了5篓，金银花华贵妃全包了。明天再开2篓，种菊花和艾草。咱们只赚原料钱，亏不亏啊？不亏，地、苗、方子都是核心。我挣钱，他们挣成就感，双赢。娘娘，天冷了，菜全都坏了，冬天咱们可没菜吃了。慌什么？老天不给面子，咱们就自己造个面子，搞反季节种植。反季节，冬天也能种？不然呢？等着喝西北风，西北风能吃饱，我早躺平了。木头搭架，油纸封窗，背风向阳，地里铺干草保温。娘娘，这是盖房子啊？这叫简易温室，太阳光透进来，热气出不去，冬天也能种。有了它，咱们就不靠天吃饭，天塌了，菜照种。娘娘，这架子砸我3回了，没流血，继续。差不多了，明天加固一下就能种了。这真能种活？试试呗，种不出来就当搭了个暖棚乘凉。哇，里面好暖和，菜苗活得好好的。成了，以后1年4季都有菜有花有药材，供应不断，价格就能稳住。温室囤菜，自给自足。他这法子若用到边关军营，冬天也能屯田产粮，粮草可稳大半。传令，冷宫周围加派人手，他不能出事。是。大周后宫竟有人能做到4季产粮。冷宫缺个干粗活的杂役，你愿意去？愿意。小的什么苦都能吃。行，去冷宫报道吧，别乱跑。多谢公公。冷宫，大周最新的种植技术必须拿到。请问哪位是苏娘子？小的沈安，内务府派来干杂活。又来一个，内务府最近良心发现了。苏姑娘，是咱们之前递的条程，说缺人手。哦，行，把那边的木头搬到温室去，别偷懒。是。那个棚子就是温室。这人干活比小妍勤快。嘘，别让小妍听见。歇会儿，你以前干过农活？
小时候在乡下住过几年，会一点。倒是个肯吃苦的。行，先干3天试试，行就留下。多谢苏娘子。苏娘子，这菜种跟我在北边见过的不一样。品种改良过的，耐寒、抗病、产量高。北边冬天冷，普通种子种不活。苏娘子，您愿意教我吗？我想学。先干活，技术不是一天能学会的，人品也不是。干满1个月，看你表现。明天早点来，把那片薄荷地翻了，别偷懒。是。不能急，这个女人不好骗。苏娘子，您说的这些，北地从未有过。若宫外也能种出这些药材，百姓冬天就不会那么难熬了。先把这里的学好，以后你回去带着法子走。小妍，来了就过来浇水，杵那儿干嘛？正好，你带阿婶熟悉下浇水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内务府派来的杂役。这位兄弟，你对苏娘子的私事管得未免太宽了，你最好安分点。脸拉那么长，我可没拖欠你工钱。哼，那个姓沈的不像好人，你离他远点。你管得还挺宽。我说真的，人家干活比你勤快，话比你少，你倒是先管好自己。我干活也勤快，我只是在你面前话多。王公公，朕问你，看见他对别人笑，朕心里就不舒服，这是什么毛病？陛下，大概是吃醋了。派人去查沈安，看他到底什么来路。昭宁，燕太子混进冷宫翻了半个月马粪。陛下，沈公子此次潜入，未带随从，似是真心为北地百姓而来，并无恶意。且他尚未窃取关键技术，只是学了皮毛。传旨，明日遣返沈昭宁，派人全程护送。冷宫的事不必张扬。是。苏娘子，我是北燕人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你第一次翻马粪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不是种地的。但你在冷宫干了半个月，没偷东西，没害人，每天把马粪翻得整整齐齐。你是谁不重要，干了什么才重要。大周若人人如苏娘子，北燕与大周不必为敌。行了，以后有好药材拿来换我的菜。看什么呢？还站着？不用干活了？他走了。走了？你还送种子？送种子又不是送嫁妆，你管得挺宽。没什么，就是觉得那个姓沈的干活还挺勤快，走了怪可惜的。人家是北边来的，又不是你家的。行了，别磨蹭，回去浇菜。是，在他眼里，我就是个打杂的，不能说，说了就是杀头。陛下，沈公子派人送来书信，愿以北路2马药材换取大夏种植技术和菜种。准，让苏唐参与进来，他知道那小子是什么人，还送了种子，这份人情让他自己收。等等，户部那堆烂账查得怎么样了？几位大人还在推诿，查不出头绪。一群饭桶，明日让苏唐来御书房，他能把冷宫的账理清楚，说不定就能把户部的账也理清楚。陛下，苏娘子是后宫改革使，查前朝的账。朕说能就能，退下。是。苏唐，别令朕失望。户部3年的账，朕让3个人理过。第一个看了3天，说查完了；第二个看了7天，递了辞呈；第3个告老还乡。所以我是第4个。朕要知道还有没有第5个。粮草采购3两银子1斤，市价8文，简直是瞎编。7天后，这账本上会有人比陛下更做不出。户部3年账目3项问题：第一，粮草采购价比市价高40文。老赵，去查一下户部这3年的粮草账目。第二，军饷多出损耗名目，每年3000两，连续3年损耗率纹丝不动。
苏大人，你一个后宫改革使，查前朝的账，手是不是伸太长了？粮草采购供应商是你小舅子，军饷损耗3000两进了你私宅。去年3月初期，有一笔存进御风钱庄，存的正是3000两整，银票编号。要不要我继续背？革职查办，户部上下重新审计，苏唐跟进。你这一套分类记账法，把户部3年烂账翻了个底朝天。朕想让你把全国财政都过一遍，推行一套新预算制度。陛下，我不接。后宫改革动的只是妃嫔请安时辰，全国财政，恨我的人要排到雁门关，我图什么？你自己看。年底最后1个月花掉全年预算4成，花不完明年基数就降。突击花钱买一堆没用的东西保住基数，不是人坏，是规矩坏。换10任户部尚书也没用，3年后全得进去。所以朕不要你只抓一个贪官，朕要你换规矩。零基预算，每年从0开始，想花钱先证明该花，不该花。草案明天给你。零基预算，每年从0开始，每一笔钱都要重新论证，不该花的1分不给。荒唐！历朝历代按旧例拨款，哪有1年1变？旧例，粮草采购价比市价高40多，年底最后1个月花掉全年预算4成，买了一堆连库房都塞不下的破烂，这叫旧例，这叫烂到根了。旧例是你最好的遮羞布，改了规矩你就遮不住。从今年起，全国财政按零基预算执行。苏唐总负责，赵德福协理。各州县3个月内完成首轮清算。陛下，3个月不够，地方账本比户部更烂，我要半年。准，退朝。苏娘娘，小的昨儿去御书房送菜，边关又吃了败仗，永州大营折了3000人，皇上愁得一夜没睡。皇上愁得睡不着，你倒是睡得挺香，眼圈都没黑。小的就是好奇，娘娘连户部烂账都能理清楚，军队的事儿有没有法子？小妍，你最近问题很有深度，又是户部又是兵部，一个送菜的操着尚书的心，你是不是王公公派来套我话的？小的是替娘娘操心，万一边关顶不住了，冷宫黄瓜也卖不出去，不是？你这话说的，好像冷宫黄瓜是战略物资一样。行，军队战力不行，根子不在兵，在将。打了胜仗，功劳是将领的；打败仗，锅是士兵的。换你，你卖命吗？那怎么改？石头搬完再说。是。过来。军队问题本质是激励问题。什么叫激励问题？你搬石头，我管饭；搬了石头不管饭，下次你还搬吗？不搬。对，现在军队就这样，士兵杀了敌，功劳是将领的，赏银也是将领的。忠君爱国能当饭吃吗？那该怎么办？不问出身，只论战功，杀敌记功，夺旗升级，守城免赋税，不量化每年考核，不达标滚蛋。世袭将领呢？爵位留着，实职就是真正带兵的位置，必须靠考核。你见过哪个公司让实习生直接当总监？就因为他爸是前任总监？什么公司啊？比喻。总之，光拿钱不干活，天底下没这么好的事儿。士兵看到打仗有奔头才会拼命，将领看到不干活会被换掉才会用心，这叫激励相容。激励相容。行了，理论讲完了。对了，要是有人虚报战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交叉线课，3、5个人互相监督，举报有奖，虚报连坐。是，小的回去一定转告。你今天怪怪的，平时让搬石头唉声叹气，今天主动问军队改革，你是不是想跳槽去兵部？小的哪儿也不去，就在冷宫给娘娘搬石头。没出息。娘娘，边关将士月饷1两，到手3000。层层克扣，到士兵手里只剩3成。怎么改？中间全砍，户部银子直达大营，大营设饷账，多多少发多少，发给谁全公开，只闻留底，1份留营，1份诵经。守将脱饷呢？士兵不知道底数，他说只拨7成，士兵只能信。行啊，小妍，会抢答了。
拨银数目张榜到每个营队。他在永州做假账，京城的抵当等着他。出师了。行了，摘完那排黄瓜再走。永州大营，去年拨银8万两，账册上写实发8万两，8万两银子从京城运到永州，顾镖局押送最多3000两，剩下7万5千两。你把朕当3岁小儿吗？陛下，军饷发放自有章程，从户部到兵部层层转运，运费、押送费、仓储费。7万5千两的运费是银子自己长腿跑了，还是你们替他跑了？从今日起，军饷直达大营，账榜公示，只闻留底。陛下，此志一动，恐生事端。是吃军饷的人的事端。臣领旨。军饷发放改行新制，朝廷拨银直送大营，中间环节取消，大营设降账，每笔收支公示，士兵领饷亲自画押，只闻留底当诵经，拨银数目张榜各营队。皇上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皇恩浩荡，尔等当奋勇杀敌，报效朝廷。快马回京，新制没法作假了，另想办法。还拖想吗？拖个屁！罚台账照实际。拨银8万两，每人该发1两。3000，咱们吃了多少年3000？苏姑娘，户部就同僚递来的消息，军饷新制断了那批人的财路，他们放出话，要让您好看。排队等着吧。京城粮价这个月涨了3成，说是漕运问题，但老奴觉得不对。囤粮抬价，漕运只是幌子。那批人不是要让我好看吗？正好，那我就出去好好看看。小的去借出宫牌子。这叫路，这叫沼泽地里挖了条沟。年年说要修路，年年修不成，拨下来的银子也不知去哪儿了。银子去哪儿？层层损耗是吧？老生常谈的一个毛病。连告示都看不懂，拨多少收多少全不知道，全靠中间人一张嘴。粮价涨3成，路烂成泥坑，课本破得像抹布，3件事儿一个根。路不通，人就不通。修路扫盲，路修到哪儿，学堂开到哪儿。路通，货能运，粮价稳；扫盲，人能算，账能看。有了这2条，国库的银子才落得到了百姓头上。跟了这么远，连担子都没换过，下次让人装得像一点。小的回去就禀报皇上。京城周边设3个试点学堂，免费教百姓认字、算术、农耕常识，冷宫出500两，不动国库。百姓识字只会心生妄念，不安本分。安分？被坑了不会算账，被卖了还替人数钱，你管这叫安分？你历朝历代都没这规矩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你不让百姓识字，是真怕他们不安分，还是怕他们识了字，你见不得人的勾当，做不下去？陛下，老奴在户部30年，百姓不识字，告示看不懂，赋税算不清，上面拨多少，下面报多少，中间的窟窿永远堵不上。一个冷宫的老太监也配在朝堂上议政？他不配，你配。他帮我把冷宫的账理得清清楚楚，你在户部几10年理出什么了？你连他一根手指都比不上。准，先开3个试点，1年为期，看成效。赵德福，老奴在。你协领学堂事务，退朝。
匾额谁题的？老赵题的，我字太丑。老奴有生之年，竟能看到百姓的孩子免费念书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。先生，这个字怎么念？这个字念纣。天河补天化，夫人。安贵荣业康。娘娘，边关来信，沈昭宁派人送来的。黄瓜发芽了，北燕的土也能种。免费教泥腿子认字儿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这地是我们刘家的，屋子也是刘家的，给我摘了！刘老爷，这是朝廷批准的试点。朝廷废后的手伸到我地面上了，去摘匾！刘老爷，这块地30年前是官田，你爹花钱租了50年，地契上写的是租，不是买，度期还剩20年，这地你说了不算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爹当年走了关系改成买，底当没消干净。就算地是官田，你在这办学，泥腿子都认了字，谁来种我的地，谁来交租？你这是断我们全乡的活路！合着你们怕的不是百姓认字，是怕认了字不好骗了。冷宫培育的新稻种，亩产高你们3成，还有耐寒麦种、高产豆种。大哥，要是让别的乡拿了，明年咱们的粮就卖不出去了。办学是好事儿，我们刘家支持，支持就好。学堂还缺一批桌椅，刘老爷捐点儿。捐10套、20套、15套，成交。娘娘什么时候查的刘家地契？老赵查的，他在户部30年，谁家地契有猫腻门儿清。种子是真的？有，但得按我的方法来。虾种跟普通种子没区别，所以我把种子和学堂绑在一起，谁送孩子认字，谁学新农技，谁学新农技谁增产。士族不让百姓认字，就拿不到种子，他们自己会算账。这法子比圣旨好使。谨言慎行，我从未有僭越之念。苏娘子，学堂能不能搬到我们村？30里地，娃娃走不过来。你们村不是有学堂吗？普查报过的。报是报了，银子收了，学堂没盖。县令说朝廷银子没拨下来。拨了，户部拨的粮和银，老奴亲眼看过账本。拨了，百姓1粒米没见着，1间学堂没盖成，全没了，只剩账本上的数字。这些贪官怎么有如此大的胆子？走，去县衙。苏娘子大驾光临。河间府赈灾银2万两，钱呢？下官没收到啊，可能是州府转运损耗。对，2万两白银。下官只是照办。州府李同志说先挪去修河道，秋税上来再补，可秋税收了也没补回来。户部李大人被革职，他堂弟在河间挪赈灾银，他们家是批发贪官的。娘娘在想什么？在想，皇上为什么不知道赈灾银被挪，学堂没盖，百姓没收到粮，层层瞒报，信息差就是权力差，谁垄断了信息，谁就垄断了皇上。那怎么办？绕开中间的人，我今天问到的全记下来了，皇上看了自己会判断。河间府的消息，李同志被抓了，但他上头还有人。旧同僚想递消息进京，被驿站扣了，底层官员只能逐级上报，不能跨级。逐级上报，李同志上头是州府，州府上头的户部是他堂兄旧部，让贼抓贼。底层消息要传到皇上耳朵里，县令到御前，中间每一关都能扣下，能说不合规矩。等消息到了，要么没了，要么变味儿了。跨级加级，允许底层官员直接800加级上奏，绕开中间所有人，实名附证据，查实升一级，诬告各职。这跨级加级通道，底层官员遇赈灾银被挪，军饷被克扣，重大灾情瞒报，可800加级执政御前，实名附证据。陛下不可，此例一开，越级告状成风，朝廷威信何在？威信？河间府2万两银子被挪，百姓1粒米没见着，朝廷的威信早就被那帮人吃了。你护的不是威信，莫不是那见不得人的财路？准，3省试点，半年为期。娘娘，
要是有人用这通道诬告怎么办？诬告革职，用官帽子赌，敢赌的人不多。没有完美的诬告，只有不认真的核查。这法子把中间那帮人的路堵死了。没堵死，留了一条说实话的路。苏姑娘，上次您让老奴查的直奏折子，查实11封，清河县县令举报州府挪修路银子，属实升了1级。消息传开，3天又收到23封，全是抢着举报的。抢着举报？哎呀，当双11秒杀呢！娘娘，清河县来信，咱们的2种被萧深派人连夜拔了一半，铁岭种子、秋后租子加3成。老赵，清河县乡绅名单给我，我要拿着这些名单当面参见圣上。清河县的事朕知道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清河县3大姓掌控全县7成田产，县令换几个都动不了他们。但这次不一样，跨级通道开了，那个敢举报的县令不是他们的人。既然不是，就用他。第一步，让他把3大姓田产抵账调出来直奏。第二步，查侵占官田、引爆田亩的账。第三，证据甩脸上，谁侵占吐出来，谁引爆补缴，谁偷税加被罚。出师了。第一个说实话的县令升了官，第一个被查的乡绅倒了台，他们之间的信任断了。娘娘，您不是说想躺平吗？躺平是自己选怎么活，不是被人踩了苗还装没看见。谁动我的东西，我跟谁算账。主子，边关800里加急，几位大人在御书房等了1个时辰了。你们都知道，第一天就知道，我魂儿都没了。我晚上都做噩梦，怕陛下砍我脑袋。合着这几个月，你们腿软不是怕我，是怕他。陛下，您这卧底工作，全冷宫就瞒我一个人啊！叩见陛下。我让他搬石头、翻马粪、系蝴蝶结，还嫌他笨，扣他绩效，合着我天天使唤皇上。娘娘，我们真不敢说，陛下那眼神太吓人了。使唤几个月的笨帮手竟是皇上，苏唐啊苏唐，你这张嘴迟早坑死自己。陛下，边关的事儿，朕知道，你好的指示明早传下去。是。娘娘，今天小妍还来吗？不知道。那她要是来了，奴婢还要不要腿软？腿软归腿软，活儿照干。叩见陛下。苏唐，我今天穿的是便服。我知道。以前你不跪，以前不知道，现在知道了，不能不跪。改革的事儿你愿意管就管，不愿意我自己来。冷宫的菜你继续种。我需要时间，使唤了几个月的人突然变成皇上，我不知道该拿什么表情对着您。我等。娘娘，陛下走了吗？走了。奴婢以为今天就要交代在这儿了。别贪了，起来干活。娘娘，您不怕吗？怕，但草得拔，日子得过，怕着过呗。陛下，北燕新王送来国书，说我朝私自遣返北燕太子是羞辱北燕，要我朝撤出雁门以北30里作为赔礼，否则兵戎相见。雁门以北是我朝3代屯田区，让出去边关粮草全断。陛下不可让啊！不让就要打！北燕骑兵天下无双，我朝步军野战必输。主战的不敢打，主和的舍不得地，朕养你们，是听你们说不可的。苏姑娘，沈昭宁的信夹在边关急报里送来的。北燕所地，非我本意。新王借题立威，若大周愿开边关护市，我可从中握还，以还种子的恩情。朝堂上吵了一天，没人拿得出办法。陛下摔了一个茶盏。老赵，北燕缺什么？缺粮、缺铁、缺茶叶布匹，养马打铁都缺物资。他们要的不是地，是稳定物资来源。护市就好，战马换粮食各取所需，不用打仗。我这就去禀奏陛下。陛下，听闻朝堂没商量出对策，我有一计。北燕所地是新王立威，护市即可解决。
我们缺战马，他们缺粮食，战马换粮食，省军费还能避战，一举两得。沈昭，您愿意斡旋？他欠我1包种子，北燕他去谈，大周你定。准。参见陛下。护士的事儿有结果了？谈成了，战马换粮食，3年为期，雁门以北30里不动。好。我顺路经过。那正好，温室架子歪了，你帮我定一下。行。陛下，护士3月，北燕战马2000匹，皮毛10000张入内，我朝粮茶部销30%库存，账面盈利。盈利甚好，但朕听闻南方商户货运不过去。何故？陛下，南北河道年久失修，淤塞期断，商船需卸货换陆路，北边的马匹皮毛也运不到南边。河道淤了多久？少说20年。20年没人管？拨过银子，报过工程，可河依旧淤。懂了，银子花了，事儿没办成，经典操作。运河3000里淤期断，运费翻倍，护士形同虚设。清淤南是动了沿线、州县漕运衙门的饭碗。你有办法？让他们从吃淤段变成吃通堂。清淤后设通商关甲统一收税，税收分给沿县，他们自会算账。苏大人，修河银子从哪儿来？户部今年商户预付3年通关税修河，户部垫30%启动金。河通后，他们省的路费远超预付税。3年后河通了，税收归户部。这倒是个法子。南方商户愿意预付？货堆在仓库里是死的，运出去才是活的。他们比谁都急，只要朝廷担保河道一定通，他们抢着预付，谁先付谁先过，这叫预售。预售？书上看的。修河已动工，商户3天抢着预付了20万两，做了这么多，为何你什么都不要？我要的陛下已经给了，河道通了，我的菜也能运去南方了。哀家离宫这几个月，从京城到江南走一路看一路，江南的村子里真有孩子念书了，河道的淤真的在清，码头上南来北往的商船比3年前多了1倍。苏唐搞的那些不是花架子。太后，您不恨他了？斗了一辈子，身边的人没一个像他们这样活着。太后，苏唐搞南北通商，朝堂上议论纷纷，都在等您一句话。苏唐做的，哀家支持。太后，她可是苏重远的女儿，他父亲是他父亲，他是他，哀家分得清。太后，您不管我们了？哀家管了你们几10年，管出什么了？你们倒是做出东西来给哀家看。从今天起，谁再弹劾苏唐，就是弹劾哀家。苏姑娘，慈宁宫来的。乡绅私设行堂，罚银20两；河间豪族强征秋税，无人敢查；永州将领私吞军饷，报损耗。朕看了3天，每卷背后都是特权。苏唐，你说说该怎么办？3件事：征税上限公示，多收一文革职，征兵按户定数，将领不得私征，量刑标准化，佃户与皇亲同罪。同罪？佃户与皇亲同罪，礼法何在？礼法？听闻你家杖毙家奴罚5两，冷宫黄瓜20瓮，一条人命抵几根黄瓜？胡搅蛮缠！我算账而已，贵族打断腿掏钱就罢，百姓的腿在他们那儿就是包月服务。陛下，征税征兵设上限，朝廷用度边关战力如何保障？用度从征税来，
战力从训练来，家征的银子入了谁的口袋，你比我清楚。遗旨，按苏堂所奏修订律法，半年颁行。陛下，太后支持，朕意已决。新律颁行，会有很多人恨我，陛下怕吗？我怕过你被弹劾，怕你不肯起身，现在只怕你不干了。我的菜地在这儿，跑不了。全国官道以京城为中心，向12州府辐射。先说银子从哪儿来？修路耗资巨大，户部可没这么多银子。没打算让户部全出，分段承包，沿途商户预付过路税。京城到青州这段，第一批已经收了8万两。先按照苏堂方案，明天开始试行。路基多厚？按您定的标准，夯土1尺，碎石半尺，青石板铺面。这段碎石只铺了3寸，谁负责的？是刘工匠那组。拆了重铺，再偷工减料就换人。第一天就查出偷工减料。碎石薄了半寸，听着不多，雨水泡一冬，路就烂了。到时候再修，花的是现在的3倍。路通了，青州茶叶3天到京城，运费从3倍降到1倍。边关军粮从2个月缩到20天。商人多赚，百姓多买，朝廷多收正税。路通到哪儿，政令就到哪儿；路通到哪儿，学堂就开到哪儿。你说过的。记性确实好。陛下，官道开通后，军粮转运从2个月缩到20天，但边关驻军粮草仍靠内地转运。去年拨银15万两购粮，沿途损耗近3万两。路通了，损耗还在，损耗的不是路，是人。边关驻军常年防御，无暇种地，边地苦寒，1年只能种1季，士兵屯田收成寥寥。雁门关以北有大片荒地，3成兵力屯田，7分驻防，1年轮换。老兵种地，新兵打仗，收成归士兵，多余卖给军营，家属屯军分地。哼，万一士兵只顾种地怎么办？没有任何万一。这件事明天早朝再议。苏大人，家属随军分地是新例，万一士兵只顾种地，放松防备。轮换，3成在田，7成在城，田地离城墙不超过10里。北燕骑兵来了，种地的扔下锄头就是兵。官道通了，军报从边关到京城只需5天，怕什么？先从雁门关试点，1年为期，军屯区免赋税3年，3年后2成入军仓，8成归自己。你旨。雁门关军屯种子已运到，是冷宫的耐寒种，关道通了，6天就到。那还行，种子没烂在路上。下一步想做什么？修了实路，还得修一条让上面能看见下面的路。娘娘，这是什么？不像花不像菜，光秃秃的。上回出宫看见那个用树枝写字的学童了吗？他冬天穿什么？塞芦花，如花不保暖。京郊去年冻死了10几个乞丐，所以这能穿？能，这叫棉花。你身上填的是丝棉，1斤3两银子，老百姓填不起。棉花保暖相当，纺织成布，比丝棉实惠太多。我这就禀奏陛下，推广种植。棉花种1亩收200斤棉絮，1斤够做4件冬衣，成本不到300文。同样1亩地种桑养蚕，只做1件丝棉衣，3两1件。这东西真能保暖。南方早有人种，耐旱耐贫瘠。棉花收了，秸秆当柴，棉籽榨油，棉饼喂牲口，物尽其用。让百姓弃粮种棉，万一欠收。谁说弃粮？种在荒地田地院里头，不占粮食1亩地。你连这都没听明白就反对，是真担心百姓，还是担心棉花推广了你那边的丝棉生意不好做？先在京郊试种1年，苏堂负责推广，工部配合纺织技术，收成归农户，朝廷不收税。
苏娘子，这东西真比种豆子强。你种出来自己纺自己算，1斤棉絮织成布，去集市卖，比种1亩豆子多挣3倍。这布这么厚实，能做件棉袄。我家那口子冬天在码头扛活，就不会冻得生疮了。自己种，自己纺，自己缝，不用求人。第一批种下去了，50亩，明年春天扩到500亩。这纺织机你画给工部的？画了个大概，工部自己琢磨出来的，比南方用的多一个脚踏板，一个人顶2个。种棉花是农民的活儿，纺棉花是女人的活儿，形成产业链，不用朝廷包办。先种出来再说。对，种不出来全是空话。娘娘，咱们现在有菜有花有棉花有药材，还种什么？你猜京城上个月从江南进了多少蜜橘？多少？8000斤，运费比橘子本身还贵，烂在路上扔了一半。北方不是不能种，是没人愿意试，咱们试。苏娘子，橘子为啥不在南边烘干了再运？鲜果从江南拉到京郊再烘，路上不照样烂吗？问得好，烘干炉第一批只建在京郊，工部匠人在这儿，工艺标准在这儿，先跑通，明年各府学回去就不用运鲜的了。第一批运的不是橘子，是技术。烘干以后比鲜果高3倍，品相不好的做果浆果茶，全是赢。苏娘子，我在这儿分花1天挣20文，以前1文钱都没有。学会操作烘干炉，1天50文；学会记账，1天80文。你愿意学吗？愿意。行，明天让赵师傅教你，学会了，你就是这儿第1个女技师。棉花6个县推广，今冬预计收棉絮12万斤。京郊新种山楂、柿子2000株，3年后进入盛果期。药材扩到8种，加工后直供太医院和民间药铺。江南橘子北方加工第一批橘子酱，能存1年，卖价高3倍。这橘子酱能推广？江南产橘北方加工，路通了，南鲜北运，北降南卖。明年南方各府学会烘干工艺，就地加工，连运费都省了。准，各州府参照试点，上报本地可种之物。苏唐统筹。户部今天吵了一上午，不是吵要不要做，是吵谁先做。正常，以前没东西可争，现在有东西了，都想先吃。下一步，你有答案？人，种花分花的是女人，学烘干炉的是女人。她们以前只在家带娃，现在1天挣50文、80文。挣了钱，说话就有底气。经济是根，根扎深了，人才能站直。上个月后宫副业总销售额2400两，2400两。丽嫔，玫瑰膏卖了320两，华贵妃刺绣卖了500两，京城贵妇已在预定下个月的货。以前份例是别人给的，想减就减，自己挣的谁拿得出？苏姐姐，我爹来信说我娘在家想学种棉花，能不能让我娘也试试？能，种子我给你，你娘学会了再教其他的女人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他们的东西能卖出去，是因为你搭了这个台子？更好，我正琢磨一件事儿，京城开一个铺子，专门卖你们做的东西，不入内务府的库，不进皇家的账，就挂在冷宫名下，店名就叫他坊。他坊，她就是每一个想创造自我价值的女人。
这背面绣的丽嫔制是宫里的娘娘做的，如假包换。娘娘们说了，手艺不分宫里宫外，你要是会做，也可以拿来寄卖，抽1成佣金。我也可以拿来卖。当然，娘娘们说塌坊不是宫里的铺子，是天下女人的铺子。怎么回事？可不可以能寄卖？青州府3家绣坊来信，说要学宫里的手艺。河间府来问问绵种，这是第6封。雪球滚起来了。你说过，经济是根，根扎深了，人才能站直。现在根扎到哪儿了？扎到民间了。女人们挣的钱，不在后宫账上，不在朝廷账上，在她们自己兜里。上次修路，商户预售了8万两，户部今天来哭穷，问这次棉布款能不能也预售。连户部都学会预售啦？不知道跟谁学的。你今天话少，平时搬石头还要念叨2句。苏唐，我每次来你都让我搬石头，你嫌我笨，我认了。你让我系蝴蝶结，我练了1夜。是你自己要干的。我知道。我是想说，只有在这儿，不用想谁是真心谁是假意。你让我搬石头，只是因为石头需要搬。活了22年，只有在你这儿不用当皇帝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一直来，每天来，不是考察改革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知道，我想了很久了。我第一次让你搬石头那天，你搬了1个下午，回去手抬不起来，你第2天又来了。你知道我那时候在想什么吗？我在想，陈人真有意思，笨是笨了点，但不敷衍。后来知道你是皇帝，我以为你会走，你没走，还是穿这身便服来。那时候我想，这个人大概真的喜欢这儿。我不是喜欢这儿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今天没跑。我不催你，朕就是想让你知道。我认东西慢，你让我再想想。我等。明天还来吗？来。行，明天新开一垄地，石头多。5个，前面3个，后面2个。靴子是官靴，不是地皮。你的人呢？信号一发，石溪就到。石溪够死好几回了。狗皇帝，萧思权改税法，今晚你走不出这条巷子。这是来刺杀还是来背课文的？没让人砍过是吧？躲都不会。刚才在巷子里，为什么不跑？跑了谁给你缠纱布？你手在抖。气的，下次别为我挡了。萧恒，挡刀的时候在想什么？没想。没想就挡。挡完再想，怕你跑了。你在巷子里挡那一刀的时候，我没跑，以后也不会跑。我也没想让你干什么，就想每天能来。明天来换药，别忘了。好。扫盲学堂开了2年，第一批学童已经能读告示、会算赋税，但扫盲只是第1步。这些学堂里最优秀的那批人去哪？苏大人，扫盲已是破天荒，再往上那是国子监的事儿。国子监收寒门子弟吗？不收。
百姓的孩子念完扫盲班，想再进一步，门在哪？历代都没开过这扇门。你想开？开，但不是开国子监的门，是另开一扇。皇家管理学院。不看出身，只看考核。扫盲学堂前3名免试入学，课程3门：法治、财务、政务。法治教律法，财务教预算，政务教怎么修路、怎么通商、怎么管一个县。这比国子监实用。国子监教圣人言，学院教怎么干活。祖宗之法里可没教过怎么治河、怎么评粮价、怎么查贪腐。谁当院长？我管教学，行政财务归赵德福。法治课请大理寺退下来的老主事，政务课让各地县令轮流来讲，讲他们怎么管一个县。你这是把朝堂搬到学院里去了？以前选拔靠关系，以后选拔靠考核。学院就是筛子，筛出会干活的人。第一课不讲圣人言，讲一件事。从前有个人在冷宫里种菜，他以为只是种菜，后来发现种菜得先清井，清井得有人，有人得管饭，管饭得算账。他只是想种菜，结果学会了修路、通商、改税法、办学堂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件事儿能做成，背后要解决100件事儿。学院教的就是这100件事儿。你们学会了，以后百姓能看懂告示，能算清赋税，受了欺负知道哪条律法能护他，这就是你们要做的。陛下，自苏大人任改革时以来，后宫开支减半，国库扭亏为盈，官道通12州，棉花种6省，学堂开100余所。臣等以为苏氏才德足以母仪天下，请陛下册立苏唐为后。请陛下册立苏唐为后。大人，2年前你弹劾我乱政，今天你请封我为后，我信了，但这个后务我不接。我办学堂、修官道、改税制，不是为了攒资本当皇后，我是干活的。让我坐在凤座上等人请安，我坐不住。后宫有后宫的路，但我不想走那条。有人种地，有人铺路，有人教书，个人有个人的位置。我的位置不在高高在上的凤座上，我的位置在实实在在的地里。朕知道。你今天在朝堂上说，位置是自己选的，不是别人给的。以前他们觉得废后是个失败的位置，我不觉得。这2年我修了路，办了学堂，教了种棉花，这些事儿凤座上做不了。那你想要什么？这株苗，这块地，那个温室，学院里那些学生，够多了。后位太大，坐上去就看不见地了，我情愿蹲着。好，那我也蹲着。农业，棉花从京郊1县扩至北方6省。今冬棉絮产量翻4倍，耐寒稻试种成功，边关军屯粮草自给。橘子酱、山楂干、玫瑰糕，从后宫副业变成民间产业，远销12州。国库税入较改革前翻了一番，加征全部取消，税入增长全靠通商和产业。基建，12州官道陆续竣工，沿途新设驿站46处，南北货流通时间缩短1半，运费下降60%，不合格路段全部返工。教育。扫盲学堂从3个试点扩至120所，皇家管理学院首批学员正在各地实习，有的在工地管账，有的在县衙里行律。雁门关军屯已推广至3处边关，士兵家属随军分地，边关粮草完全自给。陛下，改革始于后宫，当时只想省点开支，让妃嫔们有事干，没想到卷起来了。苏姑娘，清河县那个从扫盲班考上来的孩子，现在在工地管账目，当年被挪用的修路银子追回来了。老赵，2年前我们在冷宫算的第1笔账，翠儿哭了一路，黄瓜20文一个，那账本上每一笔都看，但记得最清楚的还是那3两银子。我在龙椅上坐了24年，前面22年觉得自己像个摆设，大臣们磕头喊万岁全是废话，只有这2年觉得自己真的在当皇帝。是你自己选的，我只是递了方案，批的人是你，扛的人也是你，挡刀的人也是我，我没后悔。今天朝堂上你说的最后一句是什么来着？卷起来了。2年前我摔了那碗馊饭，以为要整顿冷宫，后来发现是要让宫里的人不用再吃馊饭，让外面的人也能吃饱穿暖。现在做到了。下一步让所有人都能这样，我陪你。
苏院长，我是清河县第一批扫盲班的，您教的那套流水分类法，我把县里3年烂账全理清了。理清了就行，别学上一任把修学堂的银子挪去娶亲。不敢，娶亲用的是自己攒的工钱。苏院长，耐寒稻，您当年在冷宫培育的种子，我带回老家种了3年，亩产翻了1倍。我爹让我把这袋新米背来。陛下，首批学员120人，今天回来了116人，4个没来的，2个在边关管军屯，1个在何娟府当县令守堤，1个去年修路被滚石砸了，没了。把名字记下来，刻在学院门口的碑上。1年前你们坐在这里，有人想当县令，有人想管账，有人想修路。学院教你们的就一件事，干活你们干了，干得比我想的好。最后一句，你们从这里走出去，不管以后当什么，别让人跪你们，让人站直了跟你们说话。娘娘，这布比宫里的还厚实。2年前我刚醒的时候，以为天塌了，现在再看，属于我的天刚亮。娘娘，这字也太丑了，跟您现在写的差远了。丑什么丑？那时候刚到冷宫，景没清，没好饭，连块像样的纸都没有，能写清楚就不错了。说要种活1棵菜，结果不仅种满了整片菜地，还把稻种、棉种交给了全国百姓。说要交一个不说废话的朋友，华贵妃算一个。说要学会拒绝，后位拒了，不合理的政令也顶了，还是2回。那您写的骂领导是骂谁呀？骂过内务府总管，那回是真骂，还有一次不算骂，顶多算好好批评了一顿。那恋爱呢？这个勾是勾了，来了个心甘情愿帮我搬石头，当初列的目标全都做到了，还不赖。听翠儿说你在翻从前的旧东西，你看看我当年的小目标全完成了。这个勾什么时候打的？最近，总不能一直吊着你这个搬石头的吧？那我排在第几个？你没做过的事儿我占了几样？比如骂领导，我算不算被你骂过？不算，最多算善意批评，提醒你别笨手笨脚。那蝴蝶结那次，我练了1夜，总不能还是批评吧？那次算专项培训，你学的还不算差。萧恒，上辈子我是说从前，我总以为做人要拼命往上爬，要争要抢才算成功，现在才懂不是这样的。想做的事做完了，想见的人每天都能见到，不用勉强自己，不用迎合别人，这才是真正的为自己而活。那你这辈子还有想做的事吗？有，退休。你上次也说要退休，结果转头就搞了推恩令。这次是真的，推恩令落地，天下安顿，我就彻底退休，守着这片菜地，种番茄，晒花茶。压住了，跑不了。削藩是历代难题，削急了造反，削慢了做大。这次不削分，推恩令。以前爵位只传嫡长子，庶子什么都没有。从今天起，嫡长子也能分地，诸侯的儿子越多，封地分得越碎，分到第3代，谁也做不大。苏大人此计甚妙，庶子们被嫡兄压制半生，无出头之日。如今朝廷给他们地，给名分，他们必然心向朝廷。这一招可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啊！庶子们本就渴望公平，朝廷只是给了他们一个机会，让他们不用再养嫡兄嫡媳。父王，儿子不孝，却不能再听您的了。半生无依无靠，如今朝廷给了儿子立身之地，儿子不能错过。父亲，大事不好！所有庶子都倒向了朝廷，咱们身边连个可用之人都没有。再这样下去，封地迟早被分尽啊！推恩令颁下去1个月，6个诸侯国递了降表，他们管这叫苏氏推恩。不是我的，庶子们等这个机会等了这么多年，
换谁递这个由头都一样。路修好了，你说不是你的；棉花种出来了，不是你的；推恩令落地了，不是你的。什么是你的？这块地是我的，这颗番茄是我的，这个人归我使唤。好，走，吃饭。今天不用上朝。对了，明天休沐。那你今天搬石头，新开了一垄地，石头多。陛下又搬石头了，习惯就好。上次闪了腰，王公公吓得脸都绿了。陛下自己倒说没事。手酸不酸？搬了一下午。还行，比第一次强多了。第一次搬完，回去连手都抬不起来。那你怎么不早说？我也不会让你搬那么多。你让搬的，总不能偷懒。这2年你觉得怎么样？前面22年坐在龙椅上，听的都是官话废话，浑身不自在。这2年在这儿搬石头陪你种菜，搬完石头喝杯茶，比听那些废话有意思多了。那以后呢？以后也这样。你想退休，我就陪你退休，不在皇宫，就在这儿守着这片地。皇帝不能退休。皇帝不能退休，但是萧衍可以在你这儿做个搬石头陪你种菜的普通人。这不你玩啊？苏唐，你什么时候退休？说好退休了一起去草原骑马，你天天又搞了什么推恩令？搞完了，这次真的搞完了。你上次也这么说，结果又搞了什么学院扩张？华贵妃又来找娘娘退休了，上个月也来过。娘娘每次都说搞完了，每次都又搞出新事情。上次说搞完推恩令就退休，结果又去学院教了3个月的课。苏姑娘，冷宫本月盈余3两6钱，又回到3两6钱了？不是回到，是您说剩下的全捐给学堂，只留3两6钱。够了，当年第一笔收入就是3两银子，现在留3两6钱，比当年多了6钱。萧恒，你第一次来冷宫那天，我让你搬木头，你给我搬了，后来每天都来，2年了。2年零3个月。你倒是记得清楚。你说的每件事，我都记得。我这辈子、上辈子一直以为躺平就是什么都不干，后来发现不是，躺平是只干自己想干的。你在冷宫搬石头，我在冷宫种番茄。你不想只当皇帝，我不想当皇后，各干各的，又刚好在一起，这就是最好的日子。那就接着种，你种番茄，我搬石头，一辈子都这样。石头搬完了呢？还有下一垄。主子，几位大人在御书房等了一上午了，说推恩令后续。让您等着，就说朕在搬石头。老奴怎么会呀？上次说您搬石头，张大人说要把石头搬到朝堂上去，给您凑够勤政的体面呢。去吧，给你留着。留着不坏，朕带走。娘娘，陛下又顺了一颗番茄。占他顺，顺一辈子也无妨。